姜岩拿着我的资助，替他的白月光还清了上百万的债务，成了别人眼里痴情多金的模范女友。所以当我被污蔑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舔狗时，没有一个人相信我是姜岩的正牌男友。我试图证明清白，却被他和白月光发在网上造谣，最终被逐出家族，活活饿死街头。而他和白月光却成了人人羡慕的真爱，在网上直播赚得盆满钵满。在睁眼，我回到了女友替白月光还债的这天。这一次，我直接收回资助，看他们怎么面对前来讨债的恶徒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哇，妍妍，你对傅同学也太好了吧，居然包下整个宴会厅给他庆祝生日。就是啊，听说这次的甜品都是从国外空运过来的，还有那瓶罗曼尼康帝，没有6位数根本拿不下来吧，太让人羡慕了。你们说，妍妍该不会和傅同学有什么情况吧？傅同学不仅长得帅，还是学霸，也就他才能配得上咱们妍妍了。姜岩听着周围同学的吹捧，嘴角勾起一抹得意的弧度。他享受着众星捧月的感觉，仿佛他天生就该站在高处，接受所有人的仰视。可下一刻，他却目光一转，落在我身上，语气里带着一丝不耐烦：“沈七，你怎么空着手来的？给傅明思准备的礼物呢？”听到这句熟悉的话，我的心猛地一沉，一股寒意从脚底直窜天灵盖。我这才确定自己真的重生了，我又回到了这个该死的日子。我看着姜岩那副理所应当的模样，暗暗攥紧了拳头，指甲深深地嵌进肉里，带来一阵尖锐的疼痛。上一世，姜岩根本就没跟我商量过要给傅明思举办生日宴会的事情，所以我自然没有准备礼物。然后姜岩就以此为借口，说我不尊重他在乎的人，就是不尊重他，跟我大吵一架，提出了分手。我当时被爱情冲昏了头脑，一心只想挽回姜岩，所以主动提出承担傅明思生日宴的所有开销，希望他能原谅我。可就是这一时的心软，让我万劫不复。因为这一切压根就是姜岩故意刁难我，想要利用我对他的爱，把我当成冤大头，肆意挥霍我的钱。后面傅明思被要债的堵在宴会厅，姜岩更是慷慨地用我的卡给傅明思偿还了200万的债务，然后当众官宣傅明思是她男朋友，一下子成了校园里人人羡慕的神仙女友。我人财两空，气不过争执，那都是我的钱，是我资助的女友，可却没有人相信，反倒说我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纷纷网暴我。我以为姜岩会看在我帮过他的份上，替我解释清楚，结果姜岩却翻脸不认人，还靠着在网上骂我河南反捧一踩一，直播赚得盆满钵满，我却成了网上的小丑。家里知道我为了一个女人赔了夫人又折兵，觉得我太过无能，丢了家族脸面，最终被家族抛弃，活活饿死街头。想到上一世的悲惨遭遇，我的眼神逐渐变得阴冷，像是淬了毒的刀锋，恨不得将眼前这对狗男女千刀万剐。这一次，我绝对不会再让他们得逞。不等我开口，一旁收过姜岩礼物的几个狗腿子便先声道：“妍妍，他该不会是故意不送礼物，想让傅同学难堪吧？”“就是啊，也不看看自己什么身份，居然好意思空着手来参加傅同学的生日宴会，真是笑死人了。”而我冷冷地看着他们一唱一和的模样，心里不由冷笑一声：这群墙头草，上一世也是这样，在我落魄的时候，
一个个都像是闻到了血腥味的鲨鱼，恨不得冲上来咬我一口，在姜岩面前彰显自己的忠诚。此刻，姜岩也皱着眉头，语气里带着一丝责备：“沈七，你怎么回事？明思的生日你都不放在心上？”我看着他这副虚伪的嘴脸，只觉得恶心。上一世我真是瞎了眼，才会被他这副清纯无辜的外表给骗了。想到这里，我反问道：“我为什么要把他的生日放在心上？”我的语气平静得可怕，仿佛在说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。可听到我的回怼，姜岩显然没料到，气氛顿时僵住。下一刻，傅明思故作大度地笑了笑，眼神却有意无意地扫过我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得意。哎呀，没关系，妍妍，你能来我就很幸福了，礼物什么的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大家一起开心就好。闻言，姜岩感动地看着傅明思，眼眶微微泛红。明思，你真是太善良了，不像某些人，一点都不懂事。说罢，姜岩瞥了我一眼，丝毫不加掩饰对我的轻蔑。看在明思的面子上，我就勉为其难，让你也跟着一起来吧。等会儿去了，可别添乱。而我听着姜岩的话，心中却只想发笑。善良，傅明思跟善良这两个字，这辈子都不沾边。他一直都清楚我和姜岩的关系，今天这场讨债就是他提前安排好的，想要利用我和姜岩还清他欠下的赌债。他以为我还是以前那个傻子，会被他几句花言巧语就骗得团团转。做梦！这一次，我绝对不会再在姜岩身上浪费一分钱。既然他这么喜欢装，喜欢当圣母，就让他自己处理好了。反正卡在我身上，我不去看谁给他出钱擦屁股，等着被乱刀砍死吧。想到这里，我直接冷声拒绝道：“算了吧，姜小姐，你说的对，我这种人还是不去添乱了。”闻言，姜岩顿时愣住了，他没想到我居然会真的拒绝，毕竟这次生日宴会他还等我付钱呢。果不其然，很快姜岩脸上的笑容便消失不见，语气也变得尖锐起来：“沈七，你说什么？大家都是同学，我还不能说你几句了？”闻言，我则是面无表情地看着他，一字一句地说道：“我说我不去了，你应该也不希望我扫了你的兴吧？”姜岩气急败坏，但碍于周围还有这么多同学，不好发作，只能嘴硬道：“你不去就不去，谁稀罕你来一样？”看着他叉腰撇过头的模样，我非常清楚，这是姜岩惯用的手段。之前他一生气就喜欢冷战拉黑我，之前我太过在乎这段感情，总是一而再再而三选择妥协，却反倒让他心安理得地将我当成了提款机。不过现在嘛，你姜岩喜欢发癫冷战，随你的便，关我鸟事。我淡淡地点了点头，转身就走，没有丝毫留恋。眼看我这么不给姜岩面子，一众同学也纷纷冷嘲热讽道：“切，真是给脸不要脸，也不看看自己几斤几两。就他这种土狗，不来正好，省得在外面给我们姜小姐丢人现眼。”可看着我转身就要离开，远处的傅明思却傻眼了。毕竟这群人里，就属他最清楚，我才是真正资助姜岩的富家少爷。单单靠我每个月资助给姜岩的钱，压根就不够他还清那高达200万的债务。上一世生日宴会的时候，突然冲进来一堆手持棍棒的壮汉，拿着刀架在傅明思的脖子上，让他还钱。傅明思哭诉，都是自己那个赌狗父亲留下的债务，甘愿让讨债的拿走自己的器官偿还债务。而他这么一卖惨，姜岩自然是圣母心发作，当场就用分手威胁我，
用我的黑卡直接给傅明思偿还了债务。可直到我被这2个人害死后，我才知道傅明思压根没有什么家暴的赌狗父亲，那条赌狗就是他自己。而他之所以处心积虑打造纯情的美强惨人设，就是为了接近姜妍，利用我对姜妍的感情和资助，偿还自己的债务。现在我这个到嘴边的肉就要跑掉，他自然是不情不愿。果不其然，下一秒，傅明思便挤出一抹老实憨厚的笑容，凑到我身旁，拉着我的手就要往宴会厅的方向走。哎呀，大家都是同学，没必要闹这么僵，来都来了，你可是我最好的兄弟，不来参加我的生日宴怎么行？我听着傅明思这捏着鼻子，不得不装模作样讨好我的模样，不禁心中冷笑一声。那正好，我倒要看看，等下讨债的来了没钱付时，你脸上又会是什么表情？宴会厅里，水晶灯璀璨夺目，一派纸醉金迷的景象。我站在角落，冷眼旁观着他们在宴会厅中央狂欢，等待着讨债人的出现。果不其然，我们前脚刚踏进宴会厅，后脚就传来一阵嘈杂的脚步声。远处，一群5大3粗的壮汉，手里拎着棍棒，凶神恶煞地闯了进来。宴会厅的大门被粗暴地推开，发出砰的一声巨响。原本热闹的宴会厅瞬间安静下来，所有人都愣住了，目瞪口呆地看着这群不速之客。傅明思呢？给老子滚出来！为首的壮汉满脸横肉，脖子上纹着一条青龙，一看就不是什么善茬。他粗着嗓子，震耳欲聋的声音在宴会厅里回荡。傅明思眼里瞬间闪过一丝兴奋之意，但很快便又装出一副瑟瑟发抖的模样，脸色变得煞白。而在看到傅明思后，壮汉一把揪住他的衣领，将他像拎小鸡仔一样拎了起来。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，200万，少1分都不行。傅明思狼狈地挣扎着，脸上却露出一副大义凛然的表情。这钱是我爸欠下的赌债，我就算拼了这条命，也一定会替他还清。只是你们能不能再宽限我一段时间？眼看傅明思被打，姜妍果然坐不住了，一脸担忧道：明思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闻言，傅明思摆出一副难以启齿的模样，低声道：我爸他因为赌博欠下了巨额债务，还家暴我妈。我妈她不堪忍受，选择了和他同归于尽，这笔债务自然就落在了我头上。傅明思声泪俱下，说的那叫一个情真意切，闻者伤心，听者落泪。我差点都要信了他的邪了。上一世，姜妍就是被他这副楚楚可怜的模样给骗了，心甘情愿地为他付了200万的赌债。可笑的是，直到我死后，我才知道这小子根本就没有什么家暴的赌狗父亲，他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赌狗。远处，姜妍听到傅明思的解释，顿时心疼不已，眼眶都红了。不就是钱吗？我替他还。他自以为是地走到纹身男面前，高傲地扬起下巴，说吧，他到底欠了你们多少钱？我给就是了。纹身男上下打量了姜妍一眼，嗤笑一声：小妹妹，你怕是还没搞清楚状况吧？200万，你拿得出来吗？200万？姜妍顿时傻眼了。毕竟我每个月虽然都会给他5万块的零花钱，但这4年来，他花钱大手大脚惯了，根本就没有攒钱的习惯，自然是一下子拿不出这么的多钱。纹身男自然也发现了这点，冷声道：怎么拿不出来？拿不出来就别在这儿装大款，今天这钱要是不还，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。说着，他身后的几个壮汉就摩拳擦掌，准备动手。
等等！傅明思突然大喊一声，大义凛然道：“你们要钱就冲我来，不要为难我的朋友，我可以把我的器官卖给你们，用器官来抵债。”傅明思一副视死如归的表情，我却忍不住翻了个白眼。戏精一个，不去奥斯卡真是浪费了天赋。而远处，眼看傅明思就要被带走，姜岩立马上前拦住，嘴硬道：“区200万，我当然拿得出来。”可姜岩说完大话，摸了摸自己空空如也的口袋，这才意识到自己只不过是个需要靠人资助接济的人。直到此刻，姜岩才终于想起了我，将我拽到一旁，小声催促道：“沈七，快把你那张黑卡拿出来，要是明思出了什么事情，我就跟你分手。”这次面对姜岩的威胁，我却掏了掏耳朵，毫不在意。现在的我早就不是当初那个恋爱脑，没奶了知道叫娘了，滚一边去吧！见我神色淡漠，径直撇过了头。姜岩愣了一下，随即也反应过来，恶狠狠道：“行，你这个没人性的东西，给我等着！”可正当我准备看傅明思的好戏时，身后姜岩却突然跺了下脚，指着我，装出一副惊慌失措的模样，尖声道：“我的卡呢？沈七，是不是你偷了我的卡？你把我的卡藏到哪里去了？”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这女人为了钱，竟然连这种话都说得出来。我算是见识到了什么叫做真正的人至贱则无敌。与此同时，宴会厅里一片寂静，所有人都愣住了，目光在我和姜岩之间来回打转。纹身男皱了皱眉，似乎也没想到事情会突然变成这样。这都什么跟什么？卡到底在谁呢？他瓮声瓮气地问道，粗大的眉毛拧在一起，显然还没搞清楚状况。姜岩眼珠一转，立刻哭得梨花带雨，指着我说道：“各位大哥，你们误会了，他其实是我资助的同学，他家里条件不好，是我一直好心资助他上学。为了不伤他的自尊心，我一直没有公开这件事，每个月都定时往他卡里打钱。谁知道他竟然这么卑鄙无耻，偷偷拿走了我的卡。”说罢，姜岩还吸了吸鼻子，露出一副善心被辜负的委屈模样。众人顿时恍然大悟，看向我的眼神顿时充满了鄙夷和厌恶。我就说嘛，这小子怎么突然变得这么有钱了？原来是偷了姜小姐的钱，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！看着人模狗样的，竟然是个贼。现在的年轻人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。听着周围的议论声，姜岩嘴角勾起一抹不易察觉的得意笑容。只要他装可怜、博同情，就没有人会怀疑他。毕竟姜岩平时出手阔绰，一身名牌，光鲜亮丽，平日里更是没少给他们花钱送礼物。大家自然都觉得他就是好心资助我的富家千金。眼看局势稳住，姜岩逼近一步，居高临下地看着我，眼中满是轻蔑和嘲讽。沈七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还不赶紧把卡交出来！现在人命关天，你难道真的要眼睁睁地看着明思去死吗？闻言，傅明思也适时地抬起头，他闭上眼睛，一副视死如归的模样。妍妍，没必要，我这条命不值钱，死就死了，那可是200万，没必要浪费我这种人身上。而我看着眼前这出拙劣的表演，心中冷笑一声，真是天衣无缝的配合，一个唱红脸，一个唱白脸。我这个真正的资助人，反倒成了一个忘恩负义、冷血无情的恶人。可惜他们千算万算，却算漏了一点，我早就不是当初那个任他们摆布的傻子了。想到这里，我冷冷地看着姜岩，
语气平静的没有一丝波澜。你说是你的卡，就是你的，证据呢？姜岩愣了一下，随即冷笑道：怎么，你还想抵赖？我告诉你，我的卡号、密码我都记得清清楚楚，是不是我的卡？刷一下就知道了。说罢，姜岩丝毫没有商量的意思，轻车熟路地从我的包里掏出一张银行卡，在旁边的 POS 机上一刷，输入密码，随着滴的一声， POS 机显示密码正确。整个过程一气呵成。做完这一切，姜岩得意洋洋地看着我，眼里满是得逞的笑容。周围的人也纷纷对我投来鄙夷的目光，嘲讽道：我就说姜小姐怎么可能连200万都出不起，这沈七也太不要脸了，偷了别人的卡还敢这么嚣张，纯白眼狼一个。人家姜小姐好心资助你，你居然还打别人钱的主意，要我看他就是嫉妒傅同学，应该把这家伙的器官卖了还债才对。眼看拿到了我的黑卡，姜岩和傅明思的眼底顿时闪过一抹喜色，可我心中却不禁冷笑出声。自打重生那一刻起，我就料到了会有这么一天，所以我早就做好了万全的准备。我早就把卡里的钱全部转走了，也收回了所有对姜岩的资助。我倒要看看他拿着一张空卡要怎么面对这200万的债务。很快，姜岩得意地轻笑着，拿着卡从 POS 机上刷过，仿佛已经看到了还清债务后，他和傅明思走到一起，被所有人歌颂赞叹真爱的美好未来。可下一刻， POS 机却无情地吐出一道提示音：余额不足，请重新支付。姜岩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，像被人迎面泼了一盆冷水，透心凉。怎么会这样？他不可置信地瞪大了眼睛，低头看向 POS 机上余额不足的提示，整个人顿时晕头转向，有些站不稳。不可能啊，这张卡里明明有200万，我明明昨天才去银行确认过，难道是出故障了？姜岩慌了，心跳得厉害，像是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，却还是不死心的又刷了一次。滴，余额不足。姜岩不信邪的又刷了一次又一次，可冰冷的提示音像一把把利刃，狠狠地扎在他的心口，将他最后一丝侥幸击得粉碎。怎么会这样？姜岩彻底慌了，脸色惨白，嘴唇颤抖着，却说不出话来。周围的人也开始议论纷纷，看向姜岩的眼神充满了怀疑。怎么回事？怎么刷不了？不会是卡里没钱吧？不应该啊，姜小姐可是出了名的富家千金，怎么会连200万都拿不出来呢？一旁等了许久的纹身男脸色也沉了下来，不耐烦地敲了敲桌子，语气不善：喂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你们耍我们玩呢？姜岩回过神来，强装镇定地解释道：不是的，这卡里有钱的，我可以给你们写欠条，肯定是机器出故障了，我再试试。他语无伦次地说着，手忙脚乱地又试了几次，可结果还是一样，余额是空的，1毛钱都没有。够了！纹身男一把夺过银行卡，凶神恶煞地瞪着姜岩，我看你们根本就是在耍我们，说你们到底想干什么？我看着姜岩慌乱无措的样子，心中冷笑一声，终于演不下去了吗？那就该我出手了。想到这里，我上前一步，义正辞严地道：各位大哥，你们误会了，姜岩根本就没有钱，他是在骗你们，他早就和傅明思串通好了，故意演戏给你们看，目的就是为了拖延时间，然后让警察将你们一网打尽。闻言，纹身男怒吼一声，一把抓住傅明思的衣领，将他从地上拎了起来。好啊，
我说怎么你小子躲了那么久，今天突然主动约我还债？原来是叫了警察，准备抓老子是吧？傅明思吓得脸色苍白，瑟瑟发抖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眼看纹身男就要把刀架在傅明思的脖子上，姜岩连忙上前解释道：“大哥，你别冲动，我们真的没有骗你们，只是我的钱被人偷了。”闻言，纹身男却冷笑一声：“被人偷了？谁会偷你的钱？我看是你自己把钱花光了，现在没钱还，就编个谎话来骗我们吧。”姜岩急得都快哭了，指着我恼羞成怒道：“我的钱真的被人偷了，就是他干的，一定是他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偷看了我的银行卡密码，然后把我的钱都转走了。沈七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我自问待你不薄，你为什么要恩将仇报？”我看着姜岩声泪俱下的表演，心中冷笑连连。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，都到这个时候了，竟然还想把脏水泼到我身上。我冷冷地看着他，一字一句地说道：“姜岩，你别演了，你以为你装可怜就能博取同情吗？说我偷走了你的钱，你倒是拿出证据来呀！”不等姜岩开口，一旁的几个收过姜岩不少东西的狗腿子便一脸不屑道：“还需要什么证据？你一个穷狗，身上的衣服连个牌子都没有，怎么可能有200万的存款？”就是姜岩身上全都是奢侈品大牌，你也不看看自己什么德行，还好意思说你资助他还你的黑卡？我看你是菌子吃多了，吃出幻觉了吧？听着几人的嘲讽，我却不由冷笑出声。我身上的衣服确实没有牌子，但那只是因为我更喜欢私人定制的衣服。我随即轻蔑一笑，开口道：“说得真好，那就算如你们所说，是姜岩资助的我，这次是我偷走了他的钱，那之前的转账记录总有吧？”闻言，姜岩脸色一变，嘴硬道：“我给你的都是现金。”我却冷笑一声，随即打开手机。上面清晰地列着我这4年来给姜岩的转账记录，是吗？那我这里有一份银行的流水清单，麻烦大家看下是谁的呀？我故意停顿了几秒，看着他们，就像在看一群跳梁小丑。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，难以置信地看着我手里的流水账单，仿佛看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东西。这怎么可能？这么多钱？真的是他转给姜岩的？难道我们都误会他了？他才是那个一直在默默付出的人。人群中爆发出阵阵惊呼、质疑、猜测、难以置信，各种情绪交织在一起，像一口大锅，把傅明思煮得脸色发青。姜岩更是脸色惨白，嘴唇颤抖着，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他怎么也没想到，我竟然还提前调出来了这4年来的转账记录。半晌，姜岩才支支吾吾开口，但他说话的声音却明显底气不足。这都是伪造的。如果我真的是被你资助的，乱花钱，换做别人早就生气了，好吧？怎么可能会继续资助4年？姜岩还在做着最后的挣扎，试图挽回局面。我看着他，眼神中充满了怜悯和嘲讽。姜岩，事到如今，你还要继续演下去吗？如果不是因为你是我的女友，我怎么可能会资助你这么久？闻言，顿时便有人提出了质问。一个女生撇了撇嘴，满脸的不相信。怎么可能？姜岩这么优秀，怎么可能看得上你？就是啊，人家姜岩可是校花级别的女神，追求者都能排到学校门口了，怎么可能做你的女朋友？我看着他们，心里一阵苦笑。是啊，在他们眼里，我和姜岩就是云泥之别，一个是被捧在手心里的天之娇女，一个是被生活踩在脚下的穷小子。可他们不知道的是，
4年前，我第一次见到姜妍的时候，她也不过是一个因为家庭变故而自卑怯懦的小女孩。那是一个雨夜，我浑身湿透的躲在学校操场的角落里，看着倾盆大雨，心里一片茫然。我搞砸了一切，最疼爱我的爷爷也在我面前死去。就在我以为自己的人生已经彻底跌入谷底的时候，一把伞遮在了我的头顶。我抬起头，看到了姜妍，她穿着白色的连衣裙，像天使一样降临在我的世界里。你怎么了？为什么一个人在这里淋雨？她关切地问我。我摇摇头，不想说话。别怕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说罢，她直接扔掉了雨伞，陪我在雨中度过了一整晚，即使一句话也没说。可那一刻，还是为我冰冷的心仿佛被注入了一股暖流。我告诉了她我的遭遇，她静静地听着，眼里充满了同情和心疼。从那以后，姜妍就经常来找我，陪我聊天，鼓励我振作起来。她就像一束光，照亮了我灰暗的人生。我们一起学习，一起玩耍，一起分享彼此的喜怒哀乐。我慢慢地从阴影中走了出来，重新燃起了对生活的希望。我爱上了他，毫无保留地爱上了他。那时我才知道，他因为家境贫困，交不起学费，马上就要被退学。我发誓要给他幸福，要让她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，答应一直资助她下去。后来我们在一起了，那是我们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。我们一起去看电影，一起去看海，一起去看星星。我以为我们会一直这样幸福下去，可是我错了。随着姜妍从我手里拿到的钱越来越多，她对我的态度却是越来越冷淡，越来越不耐烦。她不再关心我的生活，不再在乎我的感受。我就像一件可有可无的物品，被她随意丢弃在角落里，只有缺钱的时候才能想起我。想到这里，我看着那些质疑我的同学，自嘲地笑了笑，随即打开了手机里我和姜妍4年前刚在一起的合照。很简单，我这里有和姜妍的合照。我从相册里打开一张照片，照片上我和姜妍紧紧地拥抱在一起，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那是我们在一起第1个月，姜妍主动要求拍下的。照片上的姜妍清纯美丽，眼里充满了爱意。那是最初的她，也是我最爱的她。众人看到照片，顿时鸦雀无声。他们怎么也没想到，我真的和姜妍是男女朋友。而姜妍看到照片，脸色瞬间变得惨白。她怎么也没想到，我竟然还留着这张照片。她想要解释，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姜妍，你还要继续装下去吗？我看着她，语气平淡的像个陌生人。可远处的同学却纷纷跳了起来，下巴都快掉地上了。卧槽，真的假的？不会吧，姜妍居然和沈七真的是男女朋友？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。没想到姜妍居然是这样的人，表面上清纯，原来背地里竟然脚踏2条船，真是看走眼了。亏我还把她当女神呢。周围的议论声像尖锐的针一样刺进姜妍的耳朵里，她脸上火辣辣的，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她咬着嘴唇，可怜巴巴地望着我，低声哀求道：沈七，算我求你，你明明说过会帮我帮到底的。我冷笑一声，眼神冰冷地看着她。帮你？怎么帮？给你转200万，让你去还给别的男人，偿还赌债吗？姜妍慌了，连忙摆手解释：不是的，沈七，你听我解释。我打断他，语气里充满了嘲讽：解释？还有什么好解释的？你不是一直不肯承认是我女朋友吗？现在怎么好意思开口求我了？我步步紧逼，语气冰冷刺骨。
江岩脸色惨白，嘴唇颤抖着，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江岩，你还要编造谎言到什么时候？你以为我还是4年前那个傻小子，会被你几句花言巧语就骗得团团转吗？你不是之前一直不肯承认是我的女友吗？那正好，不论之前是不是，现在都不是我的女友了，分手吧。江岩。江岩显然愣住了，他大概没想到我真的会在这个时候提出分手。他那双精心描绘过的眼眸瞪得老大，眼角的假睫毛都跟着颤抖起来，活像一只受惊的蝴蝶。你说什么？他不可置信地问道，声音尖锐刺耳，和平时装出来的那副温柔模样判若两人。我说分手。我面无表情地重复了一遍，语气冷得像冰渣子。半晌，江岩却气急败坏地指着我，涂着鲜红指甲油的手指都在发抖。你敢？你碰了我就想一走了之？你必须给我精神损失费！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这女人是疯了吗？精神损失费？你还有脸跟我要钱？4年。我给你花了多少钱？你心里没点数吗？闻言，江岩理直气壮地说道：“那些都是你自愿的，我又没逼你。现在我要跟你分手，你当然要补偿我。”我强忍着怒火，冷笑道：“你要多少？”闻言，江岩却狮子大开口，伸出4根手指在我面前晃了晃：“400万，4年，400万，不多吧？”我被气笑了，这女人还真敢开口啊！江岩，你真当我沈七是傻子吗？就算把你卖了，你值这个价吗？江岩气得浑身发抖，指着我半天说不出话来。我冷笑着看着他，眼神里充满了鄙夷。怎么被我说中了？恼羞成怒了？江岩，我当初真是瞎了眼，才会看上你这种女人。闻言，江岩气急败坏地扑上来，想要抓花我的脸。沈七，你混蛋！我眼疾手快地抓住他的手腕，用力一甩，将他推倒在地。别以为我不敢对你动手！我居高临下地看着他，语气冰冷刺骨。江岩狼狈地坐在地上，头发凌乱，妆容花掉，哪里还有半点往日的风光？沈七，你给我等着！我不会放过你的！他咬牙切齿地放狠话，眼神怨毒得像一条毒蛇。下一刻，江岩从地上爬起来，拍了拍身上的灰尘，脸上露出一抹阴狠的笑容，从包里掏出一个手机，在我面前晃了晃。这些照片要是被你家人、你的朋友还有你的同事看到了，你说会怎么样？我脸色一变，手机屏幕上赫然是我和江岩的亲密照。这些照片都是我们恋爱期间拍的，当时我对他深信不疑，从未想过有一天这些照片会成为威胁我的工具。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问道：“你想怎么样？”江岩得意洋洋地说道，仿佛已经看到了胜利的曙光。很简单，给我400万，我就把这些照片全部删除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努力压抑着心头的怒火。好，我给你。江岩眼睛一亮，脸上露出贪婪的笑容。这就对了吗？早这样不就好了吗？他说着，朝我伸出手。钱呢？我从口袋里掏出钱包，却没有拿钱，而是从另一个口袋里掏出一沓账单，扔到江岩面前。这是你这些年吃我的、喝我的、用我的所有花费的详细清单，总共是5786452块3毛5分。你算算，你还欠我多少钱？江岩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，他不可置信地看着面前的账单，脸色一阵青一阵白。你什么意思？他结结巴巴地问道，声音里带着一丝慌乱。怎么不认识了？这可都是你亲手挥霍掉的。我冷笑一声，拿起账单，一笔一笔地念给他听。
2年前你过生日非要买的那款限量版包包20万；1年前你说要去欧洲旅游，我给你报的豪华旅行团10万；半年前你嫌住的地方太小，吵着要换别墅，我付的首付100万。我每念一项，姜妍的脸色就白1分，到最后他整个人都像是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，毫无血色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，他喃喃自语，眼神空洞，仿佛不敢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。怎么不可能？这些可都是有转账记录的，你要是不信，我可以现在就打电话给银行，让他们把付款记录和监控给你调出来。我语气冰冷，不带一丝感情。姜妍无力地瘫坐在椅子上，眼神空洞，像是失去了灵魂的木偶。曾经她是那么的清纯可爱，善解人意，我以为她是我的真命天女，却没想到这一切都只是她的伪装。直到此刻，姜妍似乎才意识到自己究竟失去了什么。下一刻，姜妍突然跪在我面前，泪流满面。阿七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我以前都是鬼迷心窍了，才会做出那样的事情。你原谅我好不好？我以后再也不敢了，我会好好补偿你的，求求你，再给我一次机会。她哭得梨花带雨，楚楚可怜。如果是在以前，我或许还会心软，但现在我只觉得恶心。补偿？你拿什么补偿？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，也配跟我谈补偿？我居高临下地看着他，语气冰冷刺骨。阿七，我求求你了，我真的不能没有你。姜妍苦苦哀求，试图抓住我的裤脚，却被我无情地躲开。别碰我，我嫌脏。意识到自己永远失去了我，姜妍只得破罐子破摔，爬向傅明思，卑微道：明思，你会帮我，对不对？我们一起偿还债务，200万很快。可下一刻，傅明思却甩开了他的手，冷笑道：一起偿还债务，有没有搞错？你已经签了欠条，现在你才是欠债的那个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行了，别废话了，赶紧把钱还了，否则就别怪这些人不客气了。傅明思不耐烦地说道，然后转身就走。姜妍气得浑身发抖，绝望地哭喊着，却无济于事。傅明思，你不能这样对我，你不能！傅明思头也不回地离开了，只留下姜妍一个人在空荡荡的房间里绝望地哭泣。这时，几个5大3粗的讨债人走了进来，一把抓住姜妍的头发，将她从地上拖了起来。臭娘们，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，你躲了这么久，也该还钱了吧？放开我，放开我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她绝望地呼喊着，却没有人来救她。我站在远处，看着这一幕，心里没有一丝波澜。这就是她咎由自取的下场。我转身离开，没有再回头。有些人一旦错过了，就再也回不去了。后来我专心事业，顺利成为家族继承人。再次听说姜妍消息的时候，则是在新闻上。我点开一看，新闻上的姜妍早已不复往日的风光，她变得憔悴不堪，蓬头垢面，眼神空洞，像个疯子一样。我看着这副模样，心里没有一丝波澜，只有深深的厌恶。听说他为了还债，家里能卖的都卖了，甚至连父母都跟他断绝了关系。他走投无路，最后竟然被逼疯了，亲手杀了傅明思，然后被判了无期徒刑。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只是淡淡一笑，他怎么样，此刻都与我无关了。我放下手机，继续欣赏着窗外的夜景。这座城市灯红酒绿，纸醉金迷，而我终于站在了权力的巅峰，成为人人敬仰的沈总。这一世，我沈七终于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样子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
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